之分，放错当心招财变漏财。一般的植物都是属于阳性，少数的植物哈，比如说像黄金葛、万年青、攀藤类的植物，好比较不适合。像这种型的哈是最适合的，它比较向前地。针叶型的植物呢，赚的就会比较少。我老公超迷信，圣诞节的时候我放那个松树，对，他叫我拿去丢掉。松树可以放啊，松树可以放，是不是？大环境不景气，每个人都希望不仅节流，更能开源。其实催财不用花大钱，不过在教各空间财位布局术之前，要先把漏财煞气一一化解。他家漏财呢，光是在客厅看得到的就不止一样。穿堂其实它分了好几种，前面的窗户跟后面窗户打开位置刚好是直接正对。我觉得我真的花费挺大的呀，占了很大一部分，因为我都自己。你确定这是在搬来这边才发生的，还是以前就有？住进家中的各个空间要怎么布局财位？客厅、厨房、卧室的方法又有什么不同呢？今天就要教各位观众朋友花小钱的财位布局术，让每个人都能够财源滚滚来。目前记者所在的位置是在台北市蛋黄区的一户民宅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呢，一个居家里面，厨房代表就是财库，尤其是冰箱。如果冰箱的位置没有放对的话，可能会造成漏财的影响。老师怎么办？怎么办？我搬来不到半年的时间，我的开销会变超大的。不管呢是生活的基本开销，还是像我最近买了新车，我的车才新买的，它就一直出状况，我突然一直不停的花钱。好，我来帮你看看，因为在厨房里头，冰箱代表财库，你会发现你的冰箱正对后门出去，那这个地方就会产生漏财。在居家风水当中，客厅代表的是事业运，还有收入以及财运。如果稍加不注意的话，可能就有漏财的情形。我这个月信用卡账单又来了，我不知道我到底花了什么，我花了4万块钱，我赚的钱都不够付账单了，我到底要怎么存钱呢？老师，我来帮你看看。一般来说，在客厅里头呢，最忌讳的就是在明财位的地方，那么开了窗户，你看看你现在这个位置，刚好就犯了这个风水上最大的漏财的禁忌。前知名主播张宇，全家人搬进新房，短短半年时间，搬来后明显花钱于无形。不仅如此，甚至夫妻俩的争执也频频发生。究竟家中的风水格局犯了什么禁忌呢？今天您来到呢，就是我的家，然后刚刚我听到漏财这么严重，我的心都凉了，是不是？那时候在搬家的时候，你有特别注意到风水吗？有啊，其实我们家很信风水，所以我还特别在财位的地方放了一个发财树。对，然后但是我就是没有特别留意什么冰箱啊那些对门啊，就觉得漂亮就好，还特别选镜面。哇！所以它也是先以好看为主嘛。然后一般人的概念其实就一样，就是说，反正在那个明财位的地方，我就放了发财树或者是聚宝盆，就是最基本的。对，有感觉到这里的风水对你身上有什么影响？我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健康的问题。因为呢，我太常腰酸背痛，甚至是痛到我前2天深蹲还闪到腰，然后我整个腰就变成像我老公叫我张老太太，我走路的时候我拿雨伞这样子走，然后到现在都还是全身都很酸痛，就睡不好，然后我先生也是有一点睡不好，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口角。因为生了第2个小孩搬过来之后，我们有一间孝亲房，对，所以婆婆或妈妈有的时候会来帮我们带小孩。然后呢，管教的观念不一样，有的时候婆婆你也知道不能直接讲，就是要透过老公讲。妈妈我会直接讲，但是就是累积起来很多小摩擦，就是心累。还有事业发展，想要请教，怎么样可以让那个事业更好？然后像我们现在工作量虽然大，但是钱守不住。刚刚小玉儿讲的真的是漏财，每个月卡费看到。到底买了什么会这样？是你在刷的吗？对啊，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啦，就是觉得很奇怪，不就买菜而已吗？了解。在客厅里头，影响最大的就是所谓的明财位。可是基本上财气要聚的话呢，除了要做一些布局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明财位要能够守得住。比如说，它不能够开门，不能开窗，不能够透明，不能透光。
那全中了怎么办？可是它这幅画算是误打误撞，稍微遮一点呢，比较少刷哦。对啦，少买了2双，少买2双，还好有这一幅，要不然还得了。有些人呢，他会把在旁边，比如这个窗户，它有可能封起来，那封起来的颜色，它会尽量跟旁边的颜色比较类似，让人家觉得说，哎，这样哦，那你这个就是装潢，好像就是设计成这个样子。而且它很聪明，它的那个窗帘是分开的，对，对啊，只要这一个拉起来就可以。对，那第二个方式呢，其实就可以用窗帘的一个方式哦，比如说它应该要稍微再遮下来啊。旁边这边都可以开，但是财位的这部分哦，基本上不能够见光见空，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我可以马上把它拉下来吗？那可以，好气，先拉下来，现在就少买一杯饮料而已。透光的，你可能要换个材质。哎，老师，那我问一下，因为很多人都很喜欢在人家里处的时候就送发财树啊、发财竹啊这一些植物，但我不知道哪一些是真的就可以放在财位，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好，植物其实呢还有分阴跟阳2种。好，那怎么样去分跟阴跟阳呢？哈，我们一般的植物都是属于阳性，但是呢，少数的植物哈，比如说像黄金葛、万年青、攀藤类的植物，好比较不适合。第二个，叶片大的植物比较适合，比如说像这种圆叶型的哈是最适合的。那圆叶它比较像钱币。针叶型的植物呢，哦，它象征这个财富来说，哦，好像赚的就会比较少一点点。难怪我爸说不能放尖尖的。对。然后我老公超迷信，圣诞节的时候我放那个松树，对，他叫我拿去丢掉，不能放这里。我放在家里那种小的那种很漂亮的松树，我老公说叫我拿到外面去。可以，松树可以放啊，松树可以放是不是？就不要放在财位上。不要放财位就好。老师不对啊，他已经有放了，那他为什么还会漏财？哦，因为他家漏财呢，光是在客厅看得到的就不止一样，我们会提到风水上穿堂的问题。穿堂我们一般想的就是觉得一打开门就是看到直接看到落地窗穿出去，对。可是它没有这个状况，它不是这一种穿堂风。对，穿堂其实它分了好几种。在古代穿堂主要是主要的跟我们现代穿堂是不同的。古代穿是4穿的穿，那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都已经不是那种大房子了，它把它缩小，比整个缩小之后，如果从前通到后的。我们就叫穿堂，比如说从大门进来，从后门出去。对，好，那第3个就像类似前面的窗户跟后面窗户打开位置刚好是直接正对，所以是这个穿堂。对，有没有发现刚好开窗的位置跟后面开窗位置？本来想说通风很好啊，怎么办？可以改善吗？你真的有漏财？还是我刚刚演的太夸张了？我觉得我真的花费挺大的呀，就是没干嘛，就是那个账单来就会有点害怕吓到。那你主要消费的那个区块在哪里？太多，就吃喝，吃喝占了很大一部分，因为我都自己煮菜，然后买菜什么的。你确定这是在搬来这边才发生的，还是以前就有？我觉得这边比较明显，因为我们现在人口多了，然后又有请帮手，什么有时候婆婆妈妈来，然后有时候甚至一天的晚餐就是7人份，然后我都要自己煮，所以就是那个买菜量都很惊人，然后自己买东西就那个啦，也是发现，对啊，就这个头发应该是染的吧？对啊，这么多颜色，有没有显示出妈妈内心的叛逆？我可以懂那个心情啦，因为这个家里本来就变人多啊，你看2个小孩，然后加上阿公阿妈也会很希望可以一起吃晚饭，所以家里的开销就很大，往上加。穿过去怎么办？其实基本上来说，我们稍微靠近这边来看一下。其实从前面到后面去的时候呢，观众朋友要化解其实很简单。那么也就是从前面、中间到后面任何一个位置做一个这个所谓的类似屏风或玄关来做阻隔，那么就可以化解。比如说靠近门的方向拉出来，我们就叫玄关。那么是不是靠到后面去的时候拉出来就叫屏风？观众朋友要注意哦，门打开的时候往内开的时候，第一个要什么？看到客厅，不让客人看到饭厅。如果我们这样子开就对了。对，门换个边。对，门的方向，如果我今天是这样开的时候，我开的就是客厅，那我就不会出现第3个漏财的情况。原来那好难改哦。还有第3给我老公一下。第3个漏财的情况就是他门这样开的时候，就直接看到你的饭桌喽。对。那么
开门见山，它就是第3个漏财的问题。所以像你讲的，就是我们多花很多吃饭的钱。门的这一边这个位置设一道玄关。当我开门的时候，看到的是墙壁，而不是你的餐桌了。那这样子的话，才有办法，稍微把这个财运上面做一个调整。而这一个玄关一拉出来之后，就明显的把前面的直接穿过去的穿堂也挡住了。哦，这是一个方法。它门的问题好像还有这个大小门的状况，对不对？所以依照门扇的位置呢，我们由内往外看。男左女右，通常男女这两边的话，尽量要一样大，要平衡。那如果他现在是女大男小，好，右大左小的话，右大左小基本上。子母们大小学问多，婚姻感情备受考验。老公期待化煞成果，和妻1秒变娇妻。镜面是不是对着？对，所以要注意，除了漏财花钱以外，夫妻之间也容易有口角争执。主播看起来非常温柔婉约。对啊，我这么的温柔，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婚姻就是很多小细节会吵架，我要激怒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努力。那你是想激怒他是不是？我有点洁癖，我会随时收家里。然后收的时候会边念吗？然后我老公就觉得很可怕。所以我老公今天超期待你们来的，因为他觉得可以换一个温柔的老婆。他门的问题好像还有这个大小门的状况，对不对？所以依照门扇的位置呢，我们由内往外看，男左女右，通常男女这两边的话，尽量要一样大，要平衡。那如果他现在是女大男小，好，右大左小的话，右大左小基本上主孤寡。什么意思？孤寡其实它也有3个情况。第一个，我们讲说运气最不好，当然就是先生很早就走了。那第二个情况来说的话，有些可能夫妻分手，那么后来可能也许会有再婚，也不一定，有没有再婚不一定啊哈。第3种情况就是彼此之间运势也都还蛮好的，那有可能先生就因为工作啦各方面比较忙，出去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在家的时间会比较短，特别短。准，真的是。先生在这个工作时间很长，对，所以就是他会回家吃饭，但是有时候会应酬啊，然后什么活动啊就很多。那我比较宅，我就在家里。那这种情况下的时候，那观众朋友可以在比较小的那一扇门，那哪一边比较小，在小的那扇门的下方，压上所谓的5帝钱。压在门的比较小的位置上面，就可以达到改善的。要怎么压呢？压在底下面。对，这门打开的时候呢，通常门板压所在的位置，在下面把它贴起来固定。因为其实女生那片门比较大，意思就是说女生会稍微比较强势一点。对。我觉得主播看起来非常温柔婉约。对啊，我这么的温柔，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那因为我身边其实也认识不少主播，我都觉得主播哇都很聪明，而且口齿相当伶俐哦。就可能是男生有时候真的讲太过他们就是很温柔，是很温柔，就下一秒就是骂小孩，就很可怕，对。所以你跟先生也是这样吗？你们的关系？没有啊，我这么温柔。有啊，就是因为有带小孩的时候会有很多摩擦嘛，然后有时候比如说你看到老公很多婚姻就是很多小细节会吵架，比如说呢袜子乱丢啊，然后我有点洁癖，我会随时收家里，然后如果他外套什么乱丢，那你在收的时候会边念吗？然后老公就觉得很可怕。那他会怎么反应？会跟他会说他不会跟我吵，因为他 EQ 非常高，要激怒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努力。那你是想激怒他是不是？没有啦，就是有时候带小孩会比较多情绪，所以有时候对老公就是口气不太好。然后我们之前也都会沟通，然后自己反省这样。那举例来讲，所以我老公今天超期待你们来的。因为他觉得可以换一个温柔的老婆，很期待。举例来讲，就是譬如说他现在用袜子乱丢，然后就这样子，那你的那种谁两边收的是什么样子？就是我之前就是会说，你袜子没收，然后我就走了，然后过了一阵子来，你袜子没收，我就是
我本来是会帮他收，对，然后久了之后我就觉得我是外佣嘛，就是你为什么不自己收？然后收久就会气就来，对，我现在也是会这样，走过就说，好奇怪哦，为什么客厅会有穿过的袜子在这里呢？你们觉得是谁的？我也觉得，然后就会听到房间里面开始叽叽喳喳、砰砰砰砰的，然后就跑出来，开始会走到餐厅里面，奇怪了，有人喝水喝完没有放到水槽里哦，然后就谁喝的，然后就会发现姐姐说不是我喝的。然后呢，我也不是我喝的，然后就爸妈喝的，我老公喝的，他就会说老婆帮我收一下，我就好。因为我们教小孩啊，当妈妈有时候教小孩就是有规矩，没错。可是永远破坏规矩就是你的猪队友啊！就你老公在破坏规矩，你怎么教啊？所以他都会说工作很累，他觉得工作很累，他就会说你不要一直念我，最后睡前会全部收完。他说我是一次收完的，然后我隔天醒来还在那。没有，通常都是没有。夫妻就是要学会忽视，就是你看到他不爽的地方，你就算了，就过了就过了，这样子0.5加0.5才会等于1，不是1加1等于2。那婚姻是要退让，他也忽视你的，他也忽视我啊，我这么对，他也忽视我，彼此包容彼此啦。他也是看你的优点啊，所以他会说这个婚姻要维持的话，必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啊，没错。前后窗户相互对照，形成穿堂风。开门见到餐桌，这2个煞气皆会导致漏财。只要利用玄关或屏风做阻隔，都能够有效减缓漏财的影响。其次，明财位见窗，最好将窗户封起，或用不透明、不透光的窗帘遮蔽，同样也可以化解漏财。那你接下来有什么工作？我自己的规划就是我自己有一个文创公司，然后也有自媒体，所以我很喜欢写东西，然后有时候有一些活动啊、节目啊等等的。那我的时间规划就是小孩跟工作1比1，通常我都夹缝中求生。平常我在家不是这样子的，就是鲨鱼夹起来，然后有时候小孩吃饭吃一吃，我有10分钟空档就去回 email。哇，你都在家工作，这么紧。除非我有录影或是有事情，才会活动才会出去。然后那时候就是我放风的时候，我不觉得我在工作啊。对，放风。所以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子 ，work from home 嘛，对不对？要在家里就可以工作，所以工作室的格局就很重要啊。你的工作室在哪？这里，就是游戏间，就是游戏间。哦，小孩的游戏间就是对啊。那小孩边玩，你边工作不会很吵？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这个设计的，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看不到所有的人。你说背对大家吗？就背对大家，然后你确定他们不会妈咪玩？会啊，他有时候会爬到我脚边这样子，要像那个 zombie 这样，一直抓我，对不对？那你不会受影响？就是弄一弄再回头继续处理这样。然后这一块是以后小朋友写功课的地方，对，因为我们家其实格局都还会在动嘛，因为他们太小了。可是就是过渡期啦，过渡期。但是最主要是他在这里可以安心的上班工作嘛。我觉得很难。往上皱眉头，又怎么了？通常一般来说，观众朋友如果说想要在这个家里头找一个适当的位置来做办公啊，或者是我自己可能不管你是上网做什么任何的事情哈，我觉得他首先第一个背后要有靠。好，比如说，可能他原本在那边看电视，搞不好他转过头来在盯着你在到底在看什么的时候，你也不见得看得到他。所以这种反射看得到，这样算用镜子反射可以吗？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通常我们观众朋友要坐得安稳的话，你坐的位置周边不可以有镜面东西反射。因为有镜面东西反射的时候，当外面稍微有个东西动的时候，你就会在里头感觉到有东西在动。对，所以潜意识里头会让我们可能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的安心。如果我这样子的话，我第一个背后是10墙，然后我的桌子在前方，所以我在工作，那我会把这个电脑或者移在他的左手侧。你在工作的时候，开门。或者从房间里头走出来，都看得到，你都看得到。改成这样做的时候，看起来我好像可以掌握一切，可是问题是你后面这个地方是空的，所以如果当后面的楼上的人一看下来的时候，就会看很清楚我到底在。我就跟他们打招呼啊，嗨。好，所以不能背门，不能背窗。那他现在已经这样了，如果不能够改变成到那边这边的话，有方法可以化解。
那我就会暂时先用其他的地方来做摆放，比如说像你发现你的餐桌的第一个位置最靠墙的位置，它背后也是石墙啊。所以在那边直接我先生常坐那里因为那个位置是整个餐厅里头最好的位置。对，因为他常觉得坐得很霸气，他常坐在是我爱坐的那个位置吗？对，就是没有错。后面那个位置没有错，那个位置你会发现你坐那边背后有靠，然后你所有人出入的动线全部在你的视线范围内。那一般来说，能够掌握环境的人做这样的位置来说，对他的工作各方面就很有加分。所以就如果工作可以移到那个位置去做，对，也不错。反正现在就是笔电嘛，对啊，移动式的，来哟，我们到厨房喽！哇，的确哈，可以感觉真的是蛮大气的。是一个爱做菜的人。爱做菜之外，我觉得可以证明这空间是很方正，然后就是代表女人家在家里的地位是蛮高的。对啊，很大。有的你知道，厨房那么小，那么憋，你就知道那妈妈是真的比较委屈。我上一个厨房很小，然后我这一次在搬家就有跟我老公说，我的愿望是大厨房，就是你不用送我包包，我不 care，我要大厨房。是娶到好太太耶，是不是？对啊，但他还是会送啦，就是，但我又觉得没有必要，所以他有听懂，我就觉得厨房比较重要。那我们再给你加分啊，已经好上加好了。对啊。其实厨房里面来说的话，因为它是称作我们的厨房里头是所谓的财库，财库它主要指2个地方流动的财库里头，第一个呢就是讲瓦斯炉的位置，对，第二个呢是讲冰箱的位置，所以他会希望说，第一个呢，我首先第一个进来，可能我的瓦斯炉不要对门，尽量不要有这个外面直接看得到炉灶的这个情况，那这样子呢才能够减免这个漏财的一个情形。但现在这种是开放式的厨房，像半开放式，它这样算是 OK 的。OK， 观众朋友只要记得，不管它开放式或半开放式，或者一般的厨房，只有个重点。那么在门的位置，就出入大门的地方，不要正对你的炉灶，不要让他一眼看到你的炉灶在哪里。那第二种呢，就是我的门看不到，但是你要考虑后门的位置不能跟你的这个炉灶正对。这些都会影响到。目前听起来还对，它目前有的就是好像后门可以直接看到他们家的冰箱。对。那第二个地方就是门不能够对着冰箱，不管从前门后门。那问题在于对着前门，那我就很简单，一定是发生大事情，你要花大钱。但是对着后门，我们一般常讲叫暗漏嘛，你不知道这个钱到底花，我就觉得我没有花什么钱啊，我也觉得我应该还蛮省的。奇怪耶，股票也算吗？这都是代表漏财。最近的股票很可怕，对，美股。对，那所以首先第一个，冰箱对着后门，它就会出现漏财的情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我们通常在提到镜面的一个东西，你没发现它冰箱是镜面的？对啊，流行啊，漂亮是流行。那么镜面的东西有一个重点，我们提到3大原则，不能对门，不能对床，不能互相对照。对。那首先镜面是不是对着门出去？对。所以要注意，除了漏财花钱以外，夫妻之间也容易有口角争执。你们1个礼拜平均吵几次？有没有可以这样算啊？好像不一定不一定。刚没有那么多，就是可能在大姨妈来的那几天会比较多次。我就是看心情，对，通常是看太太的心情。他已经把太太给这么大的厨房了，包包也送了。对啊，所以我是不是真的应该换一下风水？我觉得是问题，好像是我。我觉得啦，就是忙很多事情积在一起，对，就会有时候会压力很大。而且我觉得你应该是自我要求很高的人。对啊，应该算吧。对，所以要么就废到底，要么就是偏执狂。老公真的没有跟你吵过，是凶过你都没有？老公不会凶。我老公在工作上很严肃，但是他对我就是没辙。那我觉得你可以多买几台镜面，再试试看记录。对啊，老公脾气好，老公脾气好，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应该是谢老公吧？谢谢老公，谢谢老公，真好，对不对？要吵吵不起来，这样 EQ 高的好老公。这是你特别选的，对不对？特别选的，而且你知道镜面还特别贵。对，真的，他怎么帮我把它那个油漆涂起来？其实不用啊，冰箱的问题呢，其实很简单。第一个，首先我把冰箱的部分是不是转个方向？
只要调整方向以后呢，它大概这个部分来说就没有什么问题。那有时候为了要避免，就是说，比如我可能放这个位置稍微调整方向，但是有时候有些人希望能够强化家里的这个所谓的可能冰箱的一个财位的话，厨房财位布局术，让你小钱生大钱。张宇卧室风水破绽百出，怪不得腰酸背痛睡不好。上面真的有这一张床睡这一边的人就在压迫下，就是我，就是你被压的。最忌讳的就是整条压，我就气血很虚啊。你看我肌肉痛到我这边还写肌肉痛，很痛啊，常腰酸背痛。这是你特别选的，对不对？特别选的，而且你知道镜面还特别贵。对，真的。那怎么办？我把它那个油漆涂起来。其实不用啊，冰箱的问题呢，其实很简单。第一个，首先我把冰箱的部分是不是转个方向？只要调整方向以后呢，它就大概这个部分来说就没有什么问题。那有时候为了要避免，就是说，比如我可能放这个位置稍微调整方向，但是有时候有些人希望能够强化冰箱的一个财位的话，那会采用这个所谓的一张红纸把它打开之后，那么取12枚的铜板，那么把在周围绕上一圈以后，把这个铜板压在2个位置上，一个呢就是在冰箱的上方，让这个冰箱这个财源滚滚，然后它这个里面来说的话，衣食不缺的意思。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会放在炉灶的上方，那么来提升这个所谓的财运跟财库的一个这个保留。那老师，如果他的冰箱，因为他现在有2边，他没有办法转方向的话，他这个镜面我要怎么办？贴吗？还是门可以拿个挂门帘盖起来？其实应该都不行，都不行，就是冰箱一定要换方向，冰箱一定要换方向，因为我刚才提到有个重点，它镜面反射灶门这个是一个问题，重点是。冰箱门它这就是正对后门出去，光贴这个所谓的屋面的时候，它的门还是对着后门出去。那你说这个后门挂门帘，但很少见，而且达不到那个功效。所以你一定要换方向。真的，为了让全家人衣食无缺，再压一个什么麒麟？对，一定要压好吗？然后再就是刚刚特别有讲说，好像就是睡眠的品质不太好，睡眠品质不好。是从有小孩开始，妈妈就再也没有睡好过。对啊，而且我觉得常常睡不深，就是会半夜可能有时候很多梦，然后睡起来觉得全身很酸痛，我像被打过这样。对，就很像是半夜又起来跑什么。对啊，然后这是我梦游吗？对，老公的气都出在半夜。原来是这样，我终于懂原因了。所以其实看房间不是要让你睡好，要让你老公睡好。让老公睡好。对，让我们去看一下卧室。哇，你看好甜蜜哦！你头发里面到底是藏什么？为什么他把你头发拉起来？因为我住南宿，所以我们家的东西就是都会被破坏。比如说这只企鹅，它的嘴就是被我儿子拔掉。那是你自己做的？那是我自己做的。然后这很有风水概念呢。这个很特别，它是以色列的发财树。当时觉得它很酷，因为它都是用以色列的真的钱币粘上去的，金光闪闪。所以老师像这个，我们常在就是世界各地买的这种，好像招财树或当地的这种钱币，我们到底应该放在哪里比较招财啊？好，一般来说，观众朋友家里头放招财树的话，首先第一个，我们家里头是不是有可以找得到比如说明财位的位置？那么摆在明财位置上来说的话，它可以达到一个这个所谓的聚财聚气的功能。第二个是观众朋友，如果家里头它有财库的话，那摆放在财库的位置也不错。但你说放以色列的钱币树在明财位，我会不会赚的都是以色列？不错啊，赚的钱啊，只要是钱都好。对。你们怎么会换一下转一下？对啊，换一下汇率，反正它可以换回来。对啊，不要换不回来。这个应该要放在明财位的地方，可以放在明财位上面会更加分。了解，反正这一区就是一个很甜蜜幸福家庭的展示区、娱乐家庭区。但是要进去前呢，在门口这个地方就有个煞气。门口有煞气。哪
哪里？其实你没有发现这个门呢开的位置呢，刚好跟对面房间的门有产生了互切的情况，只有一点点而已，微微的。但是一般来说，在风水上面来说，第一好也就是房间门跟房间门能够避开，都没有对到。对，那第二个这个情况来说的话，要不然就对齐，那影响的话，虽然有影响，但是至少会比较轻微。互切的情况是最严重的。那么在门对门的这个情况下，就会产生所谓的口角，所以观众朋友就一定要注意，尽量不要产生互切的情形，以免这个所谓的争执那么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可以化解。化解的方法比较简单，就是不管它是门对门或者是互切的情况，都可以悬挂门帘。但是如果观众朋友你是有出现互切的情况的话，必须在切到的位置上，比如它门接在门的靠近这里，对不对？这里。那么在正上方，在门帘的上方要悬挂一个这个所谓的6地钱，那来化解门切进来的问题。那相对对面的位置也必须在它切到的位置上悬挂6地钱。那有的5地，有的6地，那怎么分？什么时候挂什么地？多的比较好吗？通常有一个重点，门对门的时候，对门的时候就会悬挂是6地钱。而我希望提升或调整门的这个气场变好的时候，就会用5地钱。它功能是分开是不一样的。那可以挂2个吗？挂2个应该不用。这边就挂6地钱，然后门口刚刚说那个要提升地气的就是5地钱。对 ，OK。好啦，要希望沟通无碍，就还是要化解一下。化解。那我们进去房间看喽。好，欢迎我来我房间。哇，来看一下，好新哦。对啊，很新房子的味道。对呀，而且其实你的装潢风格我都很喜欢，就是很简单现代风，对，这个看起来不像是睡不好的房间哎。对，可是我真的睡不好哎。一般来说的话呢，通常我们在卧室里头要考虑到几样情形啊，比如说，通常房间里头呢，尤其是主卧室嘛，你主人一定会希望说有个梳妆台，对，可以化妆，可以做什么？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房间里头如果有出现镜子的话，摆放的位置会不会产生影响？对，我觉得你家今天就是很多镜子的问题。你看我肌肉痛到我这边还写肌肉痛，还被我儿子贴贴纸，痛到是啥肌肉？很痛啊，伤腰酸背痛。所以你的问题就是镜子，因为你看它在门后面也有一个镜子。因为那时候我们设计师问说你要不要这里帮我们做整面的穿衣镜，我还超开心的。我觉得这样反射看起来房间很大。而且你那边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间是更衣？对，我那边是更衣室，那边还有个阳台。所以他这样子的安排会觉得说他刚好穿好衣服的一个穿衣镜，可是。镜子对照好，镜子对照大忌耶。一般来说，通常在房间中摆放镜子有3大原则：镜子不对门，不对床，不互相对照。那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镜面对照的问题。对，那镜面对照问题除了会产生我们就讲精神上潜意识的不安定那不安定感。那第二个部分的话，也会影响夫妻之间，那相对的口角摩擦会相对会提升。哦，原来是这样。但我自己不觉得不安定，可是我老公有一次晚上起来就说：“我觉得我们家镜子太多了。”就是他比较那种，对，我是神经大条，我没有感觉。我反而觉得这样很好啊，就有到处可以照镜子。起来上个厕所，你都就会一直看到好多人，然后你灯全部关掉之后，你手机一开，你就看到很多，对，是不是有点恐怖？其实是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提到一个环境的心理学的情况下来说，因为镜子会有反射，刚才提到不管光源或影像，所以呢，其实我虽然说我觉得我声音大条，我可能没有感觉，可是其实在睡觉以后，你的潜意识是会有那个活动。就他很怪，睡不好。那他应该留哪一面镜子？其实我想，它梳妆台在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它其实那个镜子我会考虑把它遮起来。那通常如果观众朋友要在这个所谓可能要穿着啦要整理的话，不妨在更衣室里面放镜子。因为梳妆台是一定要的，而且你也没照到床是蛮好的。对。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床头，感觉上其实没有压迫感，对不对？是没有梁在外面，因为它已经做了这个天花板。但好像还是黑黑的。对，我们好像最近看很多室内设计师喜欢用这样间接照明的方式。但是首先第一个哈，我们如果观众朋友会发现整个拉低下来，那拉低下来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它有2个可能性。第2个可能性没有啦，就是单纯设计师设计嘛，他觉得要有设计不同的感觉。但是第2个可能性，上面真的有一根梁。它这里真的有一根梁。所以其实这一张床睡这一边的人就在梁的压迫下。就是我，就是你被压的。对，观众朋友可能稍微注意一下通常梁压床会出现几种原因，第一个就是压在头上。压在头部的时候呢，睡眠品质会受影响，表示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脑袋会一直在动，那就会一直做梦啊，或者一直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熟睡。第2种情形压在半身肚子的地方，那通常大概是这个腹部的部分，通常比较会有问题。第3个是压在脚部的地方，通常大部分脚部比较容易出现受伤的一个情况。比较最忌讳的就是整条压。对，基本上这样子直接这样压住的时候，基本上来说血液循环不好。我就是很背痛，我就气血很虚啊。对啊，因为你要想说，我们身里头会有一些铁质，其他的那其实受到磁场的干扰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堆积，然后速度就会整个会有点堵塞。真的，我觉得我来这边真的变很严重。本来腰酸背痛是一般般，然后现在就是很严重。那这样怎么化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首先第一个要看空间够不够。第一好是错开，不让这个所谓的梁压到。第2好的方式呢，就只能在梁的这个左右，也就是床的范围里头上方梁的位置一前一后悬挂所谓的麒麟财帛卦。那么用透过这个所谓的古代人化解梁压到的，不管是门或床或者是炉灶的方式，那么来做化解，就会达到改善。那通常一般来说，因为可能身体健康的问题，有时候在床头有影响的那个人的床旁边再加一个葫芦。观众朋友记得这个葫芦呢，要收病气的话，必须要到第一个各种神明曾经他生前是医生的这个神明的这部分去求他的主炉的香灰，比如说神农是神农大帝嘛，那他就是藏百草，或者是保生大帝。他这些都是属于以前生前是医生，所以你跟他讲，我叫什么名字，住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影响到我的身体健康，希望神明能够保佑，所以取一些香灰回来放在这个炉里面。那你想，第一个心里头至少比较安定，对啊。第2个来说，在风水上面来说，也能达到一个调整的功能。了解，挂在旁边就可以了。对，我有个问题，这个。听说床跟厕所是不是也不能对到？把床分成3等份。前面的上面那一部分通常是我头的地方，因为刚好我呼吸嘛，很怕堆厕所会有一些细菌霉菌，所以如果对到头影响最大。第2个是影响中段，中段代表腰背、腹部的问题。对，腰酸背痛，对，腰酸背痛。第3个是有人对到下半身，就是下面的3，那其实对到下半身来说已经是影响最大，就没有什么不太影响到。所以观众朋友大家稍微就，如果我们刚才讲对头的话呢，可能就要考虑是不是要做调整位置。那如果对到中段的话，其实刚才提到的那个葫芦，除了可以化解梁以外，也可以化解厕所门。如果对方床的这个中段，好用哦，随时也是尽量把它关起来。那对，厕所可以尽量把它关起来。那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很重要，是要讲说，就不要花大钱，就可以把室内每个格局的财位布局起来。对，现在都要提前部署，做准备。那我们这个卧室上面有见到什么漏财的情形？其实我觉得他做得很好。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它整体拉进来最深的那个角落的地方，你那个是灯吧？对啊。因为它在最重要的财位上面加了灯上去。哇，误打误撞。其实观众朋友有时候在财位上面加灯，不管你是什么盐灯、立灯，还是台灯，都没有关系。基本上只要在财位上面加一盏灯，就可以让这个财运上面不会跟他讲说前途无量。那个阳台有差别吗？就老师刚刚有讲，客厅没有阳台，但是主卧有。好，前阳台代表主人的前
前途事业发展。所以如果前阳台完全拿掉的时候，对主人的工作发展就会产生影响。如果是后阳台拿掉的话，就对子女的发展会有影响。还好，这个算前阳台。对，这里头就是前阳台。前阳台。所以有些观众朋友他可能整个阳台推出去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至少你要保留一块，不要完全推得一干二净。所以有保留是好事。对。那它这里还有卧室常见到的漏财格局吗？明显的看不到。那有什么要注意的？明显的看不到，还有画有玄机的。厨房暗藏漏财危机，财卫布局近百密一疏。那个阳台有差别吗？好，前阳台代表主人的前途事业发展，所以如果前阳台完全拿掉的时候，对主人的工作发展就会产生影响。如果是后阳台拿掉的话，就对子女的发展会有影响。还好，这个算前阳台。对，这里头就是前阳台。前阳台。所以有些观众朋友他可能整个阳台推出去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至少你要保留一块。所以有保留是好事。对。那它这里还有卧室常见到的漏财格局吗？明显的看不到。那有什么要注意的？明显的看不到，还有画有玄机的。对，因为不明显的就藏在我们的后面。然后这是你后面吗？这个镜子吗？不是，还有什么？很神奇哦，你们进去走走看，就是走走看。那我开灯喽，很大间就对了。你厕所有2个门啊？对，我们厕所其实是就是公共厕所，就是以后小孩用的，跟我们主卧的，我们把它打通。所以我原本的想法是，小朋友来找我们的时候，他不需要绕一大圈，他只要从那边穿进来。那你上厕所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平常都是锁着的，对。但有时候像小孩在我这边睡着，我把他抱到另一间的时候，我就会走秘密通道，我们都叫他秘密通道。这个是个问题。这个感觉很方便，人不打从厕所通过，真的。其实它是一个很方便的，但是我们观众朋友要注意哦，我们房子因为通常外框比较方方正正，就像一个外框嘛，硬壳的外框，水泥做的。但是里面如果通道也形成一个这个通道，也是刚好是一个圈圈的话，就会形成所谓的回风煞。回风散气，主人丁不旺。当然，基本上因为小孩现在很小嘛，你说2岁他要跑哪里去哈？然后但是呢，相对的问题，小孩慢慢长大的时候会跟爸爸一样，比如爸爸可能工作很忙，都往外面跑。那小孩有时候呢，到了读书年龄的时候，读书住校，工作住外面，那几乎都不会在对。你就一个人，我就可以享用这个空间了吗？我可以确定一个人安静的喝咖啡了吗？你确定你想要这种空巢吗？现在当然很羡慕啦，但是以后当然是不希望。对啊，那其实除了这个以外，也象征你的这个口袋好的这个钱财。那么，又在漏财，漏财，全部都在漏财。哇，那这怎么办？因为现在这样讲起来是真的很方便啊。其实基本上在风水上面会考量到，就是说，哪一样我就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比如说，如果我隔起来只是要稍微绕一下，其实我觉得对于对家庭的一个更圆满的一个程度，或者对于这个所谓的钱财的一个聚集，是加分的。还是要取方便2个字，那其实有时候这个就要靠个人的考。好像他是要做一个石墙把它挡起来，如果把门就锁起来就可以，锁起来就可以了吧？因为门的形啊，有形就有相，形状还是存在啊。就一个门啊，厕所进厕所一个门，这边厕所一个门，中间还有一道门，那其实就是1、2、3这样子连通嘛。就还是要石墙，所以要把它封起来。第一好是隔石墙隔起来，第2好就是说我中间这个门下面暂时先压5滴钱，压在门上，那么让它的气场稍微有一点点阻隔。好，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暂时我家里还没有装潢的情况下，小朋友可能还很需要跑进来的情况下，我会暂时这样压住。等到小朋友真的长大了，到了可能国中、高中，可能要住校的那个年龄的话，你就要考量我是要让他都出去呢，还是要把它做主。你家好需要5滴钱，对啊，还有6滴钱也要一堆，这个刚记下来要很多格。
好，那我想每个空间大家都讲说一定要把这个财位再加强一下。那有这么好的财位，是不是应该要再加强？好，它刚好呢有一个差不多双倍张开的范围。那我觉得第一个建议就是说，在这个范围里头摆放一个所谓的小的一个桌子哈。那这个桌子呢，尽量要有抽屉就是不要像这样不要是茶几的感觉，里面可以摆东西。对，所以观众朋友呢，可以取这个12枚铜板，在家里头呢比如说我搬进来的时候呢，就用小火把它煮开，煮开之后呢，把这个铜板拿起来沥干擦干以后，每两个一组，然后放起来之后呢，把它放在我们主要的这个抽屉里头。基本上来说，那个呢在风水上面都象征所谓的钱母。那你如果在这个财库上面那个有钱母生子钱，那么越生越多的话，当然这个对我们来说的话，就会有很大的价值。但也不需要摆植物那一些的吧？植物的话，观众朋友一定要记得通常在卧室的财位，或财库的位置是不可以放植物或者是鱼缸装水的容器。你要睡觉卧室的，对，所以可以准备还是煮一下钱币了。对啊，因为我觉得大家在这个床头旁边都会有床头柜嘛，就是有抽屉型的，就可以把它嵌进去。好。对，感觉那个空间还不错。今天早上你有好多事要做，我好忙，你要开始忙了。对啊，其实我觉得很好我们家环境真的是很方便，然后很清幽，就是因为这种巷子里面其实很安静。姐，清幽区的孩子不在呢。孩子不在，你就平常多不清幽。我现在都很期待回家去听到孩子吵吵闹闹的声音，好吗？对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嘛，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对，所以希望一切调整完之后，财源广进，然后每天工作满满，然后都没有听到小孩的声音，是，真的很实用。对啊，好好享受当妈妈啊，我觉得。对啊，真的很替你很开心，因为一转眼小孩就大了，要把握可以跟他们相处的时间。真的。那我觉得今天还要最感谢是你的先生，对他的好脾气，我们完全，我们刚刚不只是节目上在录的时候在聊，我们是连私底下一直想问出他们吵架的事情都问不出来，因为先生不太爱吵架，很好，所以风水不好就要找个好先生。没错，有道理。对，小远就往这个方向去就对了，一起加油。对啊，谢谢你哦，谢谢老师。